好，今天咱們聚焦皇馬比席爾瓦的亮相，然後是轉會傳聞和開心一下。節目後半部分是新賽季10大中後衛預測，大家有任何不同意見，歡迎您在留言區評論。感謝您的支持和點讚，感謝您的熱推。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好，今天關於皇馬的消息，從曼城過來的貝爾納多·席爾瓦在得知羅德里可能加盟皇馬以後，表情很不好，因為過去兩人在曼城共事的時候關係就不好。這是今天西班牙6台記者的爆料。他說，因為他們在曼城一起效力的這些年，彼此之間出現了一些摩擦，一些消耗。據我了解到的情況，當比席爾瓦得知羅德里存在加盟皇馬的可能性時，他當時明顯皺了皺眉頭，表現出不太積極的反應。哈哈。這次皇馬剛剛發布了官宣比席爾瓦加盟球隊的視頻，但引發了不少爭議，主要是用 AI 制作的。視頻中還將英文單詞歡迎 welcome 錯誤地寫成了2個 L。這段視頻前半部分完全就沒有比席爾瓦，而是連續展示了大量自然界中的動物，整個過程還搭配了緊張但帶有史詩感的音樂，營造出自然界萬物似乎都在等待某個人的到來。這時候一只鴕鳥出現在畫面中，屏幕打出2句西班牙語，意思是他們已經感覺到他的存在了，而他甚至還沒有完成首秀。哈哈哈！在評論區不少高讚留言吐槽，有的說這到底是什麼災難，有的寫道做這種東西還不如什麼都不做，照這麼下去我們最後連傳播團隊都得重新找一個，太丟人了。另外有球迷諷刺說，皇馬擁有巨額收入，卻只能花$5做個 AI 視頻。而且有人質疑，既然比西本人都已經加盟了，為什麼宣傳片中連球員本人都要用 AI 制作呢？大家将這段視頻和巴薩此前官宣羅德里的視頻比較之後，表示這完全沒法看呀！皇馬 TV 每年幾千萬預算就做這種東西。好，說回皇馬，在最近的友誼賽，主教練穆里尼奧大膽安排比席爾瓦和卡馬文加搭檔雙後腰。在比賽中，比席爾瓦的表現堪稱教科書級別的，沒有一次丟失球權。場面上雖然沒有花哨的個人表演，但他憑借極其穩健的腳法和出色的意識梳理了中場，牢牢掌控着球隊的進攻節奏。所以接下來雙後腰這個位置，比席爾瓦也許是主力之一啊。看起來在皇馬的中場，席爾瓦是一名真正會踢球的球員。另外還有新援埃斯皮在禁區內的終結能力同樣值得肯定。可除此之外，皇馬其他中場的表現仍然讓人有較大疑慮。比較擔心的是卡馬文加的狀態，除了貝爾納多之外，缺乏能夠持續掌控比賽的思路。席爾瓦接受採訪談到，從小時候起，甚至在你還不知道自己未來能否成為職業球員的時候，你就已經開始憧憬了。你夢想着有一天能為皇家馬德里這樣的俱樂部效力，所以今天能夠來到這兒，能夠穿上這身戰袍為之奮鬥，並努力去贏下獎杯，延續皇馬的勝利傳統，這真的很美好。我真的感到非常非常開心。以前作為對手，我在伯納烏球場踢過不少比賽，但當你親眼看到這15座歐冠獎杯的時候，依然會感到無比震撼。能在這兒看到他們真的很特別，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能在一家擁有15座歐冠獎杯的俱樂部踢球，因此我感到非常自豪。現在是時候為這家俱樂部奉獻一切了。而關於姆巴佩，我們曾經在摩納哥一起踢過2年球，那時候他很年輕，只有17、18歲，我也很年輕。老實說，當時我們作為隊友之間有着極強的默契，在那之後我們多次作為對手交鋒過，無論是面對大巴黎、法國國家隊還是皇馬。現在我很高興能再次和他成為队友，並且希望能重新找回當年的那種默契。姆巴佩是一名與众不同的球員，他憑借一己之力就能決定比賽，他能提供大量的进球，在每場比賽中都能創造很多機會。因此我會努力工作，去重建那種化學反应，讓我們一起為皇馬帶來歡樂。所以這次很有意思，比席爾瓦加盟皇馬，羅德里本來要來，後來又去了巴薩。不管記者說他們關係不好是不是真的，總之這2個過去在曼城的中場搭檔，這下子要在國家德比死拼了。今年夏窗，比席爾瓦拒絕了巴薩，圓夢了皇馬，羅德里卻先選擇皇馬，最後又反向選擇巴薩。西甲雙雄搶人是越來越有戲劇性了。而最近主教練穆里尼奧也完成了在皇馬的亮相，但沒有安排媒體公開採訪，選擇在節目當中進行深度對話。特殊的一個穆里尼奧借此機會也聊到了姆總。他說，姆巴佩實力驚人，訓練的時候他的表現有時候都讓我感到驚嘆，他實在太強，水平已經達到了極高的層次。
評價分析他上個賽季的表現不該由我來做，那是一段奇怪的，對所有人而言都很艱難的賽季。說到底，事情向來如此。阿韋羅亞和哈維·阿隆索都成為了那種局面的犧牲品。我一直認為勝負由多重因素決定。來到巴爾德貝巴斯訓練基地的第一天，我就向所有人表明了態度，不光是球員，我不接受把功勞或者過錯全部歸於某一個人身上，這不是我的行事方式。去年很多人都沒能交出滿意的答卷，不只是教練和球員。當聊到姆巴佩，我更願意着眼於他從現在開始能夠達到怎樣的高度。原本我们要求8月14日歸隊，他12號就已經現身了基地，這件事兒就能說明很多問題。他選擇提前歸隊，就是希望能夠以比較好的狀態出戰對陣沙爾克的比賽。之後他和所有人一樣投入訓練，態度端正，渴望進步，認真地完成高強度訓練。我們所有人都需要更強的團隊精神，但他的數據是現象級的。姆巴佩和貝林厄姆兩個人在世界杯的表現堪稱不可思議。貝林厄姆的世界杯發揮也十分出色，而姆巴佩直接書寫了歷史，他的水平簡直登峰造極，訓練時表現好的離譜，都把我給逗樂了。目前看這一支新的皇馬4231的陣型基本定了。據報道，穆里尼奧已經確定了4名絕對主力，分別是姆巴佩、貝林厄姆、維尼修斯和揚·迪奧曼德。其他球員都要面臨更激烈的競爭，尤其是右後衛的阿諾德，他將和鄧弗里斯爭奪位置。鄧弗里斯同樣以進攻能力見長，他隨國米拿到過2次意甲冠軍，還2次打進過歐冠決賽。這次季前賽，阿諾德出場時間241分鐘，鄧弗里斯239分鐘，差不多。不過鄧弗里斯有些時間是以前鋒身份出現在邊路，但現在阿諾德至少不會和前隊長卡瓦哈爾競爭了。卡瓦哈爾已經在5月結束了自己累計23年的2段皇馬生涯。中場貝爾納多·席爾瓦也面臨競爭，他需要和楚阿梅尼、巴爾韋德以及卡馬文加爭奪出場時間。最近穆里尼奧有說席爾瓦的體能不足，他仍然需要說服主教練，所以4231陣型的雙後腰首選搭檔仍然沒有確定。但鋒線上的姆巴佩，皇馬內部評價非常出色，一個全新版的姆巴佩已經從夏季假期歸來，他歸隊時的身體狀態極為出色，他在訓練基地展現出的競技和體能情況被俱樂部內部形容為驚豔。而更讓大家期待的是姆總的求勝慾，他對於新賽季充滿着動力，希望在接下來的比賽幫助球隊爭奪更多的冠軍。在對陣沙爾克04的季前賽，也是姆巴佩今年夏天第一場，同樣也是唯一一場熱身賽。開場6分鐘就有破門，當對方的回傳出現猶豫，姆巴佩敏銳的前插斷下皮球，面對門將卡里烏斯冷靜得手。但這還只是開始，第11分鐘姆巴佩再次突入禁區，但射門稍稍偏出。1分鐘後，他又在中場附近加速甩開了對手，一路推進到禁區，卡里烏斯將球撲出。隨後姆總2次為維尼修斯送出了精準傳球，其中一次來自居萊爾的策動，但維尼修斯的射門被對方在門線上解圍。姆總只踢了45分鐘，卻完全無法被對方限制，而居萊爾也延續了出色的狀態，兩人之間的配合依舊很流暢。在最新的非法 FC27 遊戲中，哈蘭德跟姆巴佩是評分最高的球員，都是91。然後羅德里、鄧貝萊、維迪尼亞、哈里凱恩、奧里塞、佩德里、亞馬爾，還有庫爾圖瓦、貝林厄姆都是90。加布里埃爾、多納魯馬、B 費、K77、努諾門德斯、帕喬、梅西、維尼修斯都是89。這次關於小熊維尼的續約，是主教練穆里尼奧親自出馬，勸維尼修斯不要走。穆里尼奧說：“我給維尼修斯打了電話，我對他說，維尼，你想去哪裡？你只知道皇家馬德里，當你離開時，你才會知道皇家馬德里是什麼。所以不要走，這不值得。”當穆帥談到上賽季自己的球隊和維尼修斯的衝突，他說：“對我來說這很簡單，維尼修斯知道我站在哪一邊，他可以相信我支持他，我永遠都會保護自己的球員，這一點沒有商量的餘地。所以維尼修斯能夠感受到皇馬正在成長，包括訓練方式、整體發展和球隊前進的方向，這些都給了他非常重要的信心。最終維尼修斯選擇繼續留守伯納烏。好，現在轉會方面，塞爾吉奧·馬丁內斯加盟皇馬的事兒即將官宣，談判已經進入最後階段，皇馬將直接買斷他，再將他租借回拉辛俱樂部2年。如果拉辛俱樂部降級，他將立即返回皇馬。這位19歲桑坦德競技的中場球員，現在是各家豪門心儀的目標。
7個月前，他只是桑坦德競技俱樂部青年隊的一員，但現在大家都在追逐他在西甲的驚豔的首秀，讓整件事情的進程加快。皇馬過去幾個月對他的球探報告認定，塞爾吉奧·馬丁內斯絕非曇花一現。皇馬這邊傳出消息，他們對波爾圖20歲中場球員維克托·弗羅霍爾特非常感興趣。主教練穆里尼奧非常欣賞弗洛霍尔特的解約金条款為8500萬歐元，這是位出生於2006年的丹麥中場，身高達到1.87米，右腳球員，既可以踢中前衛，也能勝任右中場前腰，甚至可以回撤客串6號位。他的特點是高強的跑動能力、高覆蓋、強抗壓能力，兼具有持球推進和後插上得分的能力，是最現代化的 B2B 全能8號位。他不像傳統的中場節拍器，不是像莫德里奇那種組織核心，也不是克羅斯站在靠後的位置用長傳改变戰局，他更像是一台持續運轉的移動發動機。他的核心價值3件事：持球向前推進，無球大範圍覆蓋，攻防轉換瞬間快速投入比賽。另外，皇馬還和阿爾梅里亞隊接近達成協議，將把曼努埃爾·安赫爾賣給他們，轉會費600萬歐元。本次交易將延續過去出售青訓球員的模式，轉讓球員 50% 的經濟權益。截止目前，皇馬通過出售青訓球員已經獲得約2億歐元的收入。好，今天的轉會市場，坎塞洛以自由身加盟巴塞羅那的事終於官宣了，雙方簽約到2029年，這也是巴薩隊史上唯一一個3次都沒有花1分錢轉會費的球員。球員自己為了巴塞羅那真的在經濟上做出了巨大犧牲。巴薩的弗朗吉·德容現在傷病不斷，未來存在離队可能。過去7年時間，他已經累計缺席了437天。這次世界杯期間又遭遇嚴重的膝傷，而原因與荷蘭隊的醫務組有關。德容本人還證實了這個說法。他表示，世界杯期間自己膝蓋就受傷了。最初檢查後，醫生告訴他傷勢不重，只要繼續比賽就不會惡化。而職業生涯裡，只要他能幫助球隊，無論在俱樂部還是國家隊，他都會帶傷作戰。可假期裡回到巴塞羅那接受進一步檢查，結果顯示傷勢比最初的判斷更嚴重。幸運的是，現階段不需要手術。他把全部的注意力正放在恢復和盡快回到球场。這次新傷預計會讓德容缺席4個月。好在巴薩隨後簽下了世界杯冠軍羅德里，但是德容和巴薩之間又出現了新的緊張關係，矛盾和他選擇不手術，改用保守治療有關。但德容倒是否認了這個傳聞。現在德容的處境再次變得微妙。加泰羅尼亞的球迷在甘博杯對他態度冷淡，現場的氛圍和羅德里獲得的熱烈掌聲形成鮮明對比。看台上的德容臉色也不太好看，特別是他年薪約2000萬歐元，合同簽到了2029年。巴薩並不排除讓他像隊長阿勞霍那樣離隊。阿勞霍已經被租借到利物浦1年，以便重新找回狀態。每日體育報今天說，如果能夠順利出售德容，那麼巴塞羅那簽下老塔羅的可能性將大大上升。還有曼聯方面，他們聯繫了巴塞羅那後衛巴爾德的團隊，了解轉會的可能性。曼聯仍然在尋找新的左後衛，除了跟布萊頓之間關於巴萊巴的交易，這是下一個優先事項。不過22歲的巴爾德目前在巴塞羅那過得很開心。最新來自西班牙6台的報道，巴薩總監德科和著名經紀人門德斯在一家酒店進行了會晤，商討了巴爾德和卡薩多等等的轉會的事。這2名球員都有可能在今年夏天離開巴薩。據說巴薩考慮要賣巴爾德已經有一段時期了，主教練弗里克對他有顧慮，而球員只有在俱樂部主動告知他要離隊的情況下才會考慮轉會。所以這次關於曼聯和巴爾德的消息看起來比較靠譜。22歲的巴爾德和巴薩的合同將在2028年夏天到期。而在中鋒方面，巴薩對國際米蘭老塔羅的事目前只是在確認老塔羅的態度。轉會難度雖然大，但也並非不可能。如果到了本周末引進阿爾瓦雷斯的事還是沒有進展的話，巴薩就將放棄，並且感謝阿爾瓦雷斯為轉會所做出的努力。到時候俱樂部將啟動教練組和體育管理層共同確定的3個人選，而國際米蘭前鋒老塔羅是其中最受認可的。此前巴薩也和凱恩方面進行過接觸，但凱恩始終更傾向於留在拜仁。老塔羅目前的合同將持續到2029年，合同中沒有解約條款。無論怎樣，德科已經明確表示，巴薩肯定會操作簽下一名中鋒，無論是不是老塔羅。在巴薩的中鋒方面，據跟隊記者說，澤凱賴什現在每天都向巴塞羅那推薦自己，還有效力於布魯日隊的特雷索爾迪
也進入了巴薩的視線，巴薩技術部門對他非常看好。勞塔羅這個選項對巴薩來說非常困難，因為國米絕不想賣掉他，但德科仍然會進行嘗試，這是所有管理層的共識。甚至有消息說，巴塞羅那中鋒的 C 計劃還包含有阿森納前鋒熱蘇斯，但是消息靠不靠譜就不好說了。巴薩自己的後衛福特方面正在與德甲俱樂部多特蒙德談判，這名20歲的球員巴薩要價2000萬歐元，兩家俱樂部之間還有一定的距離，多特蒙德明顯不想投入太多。另外，熱刺队正接近簽下薩維尼奧，總價接近1億歐元，9330萬歐元的固定，加上570萬歐元的浮動條款，這也將成為曼城隊史最大的一筆出售，而且交易還涉及到馬爾穆什。熱刺对馬爾穆什表現出非常濃厚的興趣，這兩筆交易加上固定條款和獎金，總額預計將達到1.51億歐元左右。薩維尼奧的轉會費將超過小蜘蛛阿爾瓦雷斯加盟馬競的7500萬歐元。緊隨其後的是斯特林轉會切爾西的5620萬歐元，費蘭托雷斯轉會巴薩的5500萬歐元，還有熱蘇斯加盟阿森納的5220萬歐元。這件事熱刺有可能48小時內就會敲定。今年夏窗曼城大量的人員離開，再加上換主教練，老 K 覺得未來1-2年呀，以穩定為主，先爭取能進入前4歐冠區，然後慢慢的再觀察馬雷斯卡有沒有可能重現過去的曼城王朝。與此同時，曼城正在推動想引進帕爾梅拉斯的邊鋒阿蘭·埃利亞斯，這名巴西球員的合同中包含1億歐元的解約條款。他在25年進入帕爾梅拉斯一線隊，已經在巴西甲級聯賽出場48次，6個進球，5個助攻。據說曼城同時還對一位在阿根廷效力的 U21 球員非常着迷。這名小球員的一線隊經驗不如阿蘭，但上限要高得多。最後咱們還得觀察。OK，曼城方面還詢價了水晶宮中場亞當沃頓，但被水晶宮告知今年夏天是不會賣的。水晶宮主教練薩熱也說，再留1年對亞當沃頓有好處。對沃頓，切爾西方面也一直感興趣。如果加盟切爾西，他可以穿自己喜歡的20號球衣。好的，關於曼城引進布阿迪的轉會談判已進入最後階段，曼城和里爾隊將進行新一輪會談。曼城預計還會簽2個中場。他們也欣賞利物浦的麥卡里斯特，但利物浦無意放人。曼城同時也看上了羅馬隊的科內，羅馬隊要價6000萬歐元。關於科內，羅馬已經拒絕了馬德里競技一份4000萬歐元的報價。好，曼城方面仍然在推進想簽下切爾西的恩佐，跟對記者說恩佐的事兒還有談判空間。曼城希望球員更加強硬地推動轉會，而曼城提出的任何報價都將是一筆巨款。這筆交易能否完成，完全取決於切爾西有多麼想堅持自己的立場。恩佐現在處於一段特殊時期，切爾西主教練阿隆索的表態也非常模棱兩可，而切爾西自己的佩德羅內托仍然在和沙特的新月队進行談判。切爾西標出了1個億的英鎊，這個價格可能有些離譜。現在內托和新月隊已經達成個人協議，就看雙方俱樂部能否談妥。好，切爾西自己的馬克吉烏現在手裡握有多份報價，他希望離開切爾西，已經向俱樂部申請不分配給他新賽季球衣號碼。這位西班牙 U21 的國腳2個賽季代表切爾西出場29次，他希望以永久轉會的方式離開斯坦福橋。好，曼聯關於巴萊巴和布萊頓的談判非常艱難，曼聯在爭取用7500萬英鎊想敲定巴萊巴的事。好的，阿森納方面，他們可能願意斥資1億歐元求購尤文的伊爾迪茲，而尤文內部將他視為絕對核心，他代表着尤文俱樂部重返爭冠行列的雄心，身披着10號球衣，又是場上技術核心，還是尤文青訓體系運營成果的證明。所以伊爾迪茲是尤文隊內薪資最高的球員之一。但不管怎麼樣，阿森納又殺回对伊爾迪茲的爭奪戰，希望用1億歐元的報價能夠說服尤文放人。而阿森納自己的法比奧·維埃拉，現在德甲漢堡隊仍然在嘗試。現年26歲的法比奧·維埃拉上賽季以租借的身份效力於漢堡，所以這次漢堡想用永久轉會的方式將這名葡萄牙中場簽下。目前在德轉，他的身價為1800萬歐元，他和阿森納現有合同明年6月到期。另一邊，利物浦隊已經出手，為布萊頓的邊鋒楊庫巴明特報價5000萬英鎊，但遭到拒絕。這名22歲的球員目前正在接受右腿傷勢手術後的康復治療，預計還將缺陣8周。球員的態度是，如果2家俱樂部能夠在轉會費達成一致，明特願意考慮這筆潛在的轉會。
這位岡比亞國腳的合同將持續到2029年。自24年夏天以3000萬英鎊從紐卡轉會加盟布萊頓以來，他在66場英超比賽中貢獻了9粒進球、8次助攻。好 ，AC 米蘭方面，他們正在就引進曼城的中後衛魯本·迪亞斯展開實質性接觸，這是他們今年補強防線的首要目標。魯本·迪亞斯有着豐富的國際比賽經驗，有領導能力，有指揮高位防線的能力。交易在經濟層面顯得非常複雜，但米蘭希望全面評估將他帶到 AC 米蘭的可能性。超級經紀人門德斯正在籌劃一筆非常轟動性的交易。AC 米蘭用萊奧加上現金作為籌碼，換取他們想要的曼城中後衛魯本·迪亞斯。首先，萊奧的合同將在2028年到期，但截止目前，似乎沒有俱樂部願意按照米蘭的5000萬歐元基礎轉會費完成對他的收購，所以門德斯出手了。他正在推動一項特殊的交換方案，他一直和 AC 米蘭保持着密切聯繫。今年夏天還參與推動了多筆和米蘭相關的操作，包括阿莫林出任 AC 米蘭主教練，也包括貢薩羅·拉莫斯從大巴黎加盟，還有迭戈·莫雷拉從斯特拉斯堡轉會到米蘭。目前這項交換方案仍處於構想階段，能否最終進入實質性談判還有待進一步觀察。好，國際米蘭方面，他們在簽下利物浦球員柯蒂斯·瓊斯之後基本補強完畢，但在最後幾天仍可能繼續操作，尤其是鋒線位置。有巴西媒體將阿森納的馬丁內利和國米聯繫在一起，但現在國米的陣容在數量和質量上已經有相當水準，除非有新的變化，比如鋒線或者中場有人離隊。但國米也特別強調，老塔羅是絕對不會被出售的，他是國米的核心基石，絕對非賣品，不存在離隊可能。好的，拜仁方面，中場格雷茨卡，過去馬競、尤文、米蘭、國米甚至阿森納都對格雷茨卡有意思，不過格雷茨卡自己對薪水的要求過高，有媒體說他希望拿到700萬歐元的稅後年薪，還想拿到1000萬歐元的高額簽字費。過去他在拜仁的稅前年薪是1300萬歐元，所以他的實力毋庸置疑，但這麼高的薪水要求完全不切實際，幾乎沒有俱樂部願意滿足他的要求，所以這位31歲的中場悍將現在沒有合同。而哈里凱恩最近有表態，他說，我剛來拜仁的時候以為以後會回英超，但現在這種回英超的渴望沒那麼強了。拜仁正在和凱恩的團队展開溝通，他的續約似乎只是時間問題。垂簾聽政的名譽主席烏利赫內斯相信各方在近期就能達成協議。另外，拜仁中場球員帕利尼亞加盟本菲卡，羅馬諾已經確認轉會費總價1900萬歐元。過去在22到23賽季還有23到24賽季，帕利尼亞曾經是英超搶斷王，他的中場攔截數據名列前茅，但缺點很明顯，出球和視野都一般。拜仁在德甲總是壓着對手打，所以帕利尼亞的特點沒那麼突出，相反在優勢大的時候，自己的不足就容易暴露出來。31歲的帕利尼亞加盟本菲卡，年薪250萬歐元，合同為期4年。開心一下，最近貝林厄姆的女友阿什琳·卡斯特羅在社交媒體曬了一身新裙裝，這也是姐弟戀。28歲的阿什琳和23歲的貝林厄姆從2024年開始交往。這位美國女模特經常上傳自己身穿性感的連衣裙，還有各種華麗造型的照片。這一次她配文寫道，最近我都在穿蕾絲，這是一條深色透明連衣裙。照片讓她的100萬粉絲驚嘆不已，評論區迅速被各種留言刷屏。有的粉絲寫道女王，還有人補充道實在太美了。可貝林厄姆的球迷也留言，我感覺貝林厄姆穿女裝甚至可能比她更漂亮。另一邊，母總姆巴佩的西班牙演員女友也曬了一系列的照片，可謂是美的不可方物。過去在法國的時候，母總的審美有些有些尷尬，但到了西班牙，到了馬德里，在球星的女友裡面，這也算必定進入 Top 10的級別。老 K 覺得姆巴佩的女友現在是皇馬前場4人組裡最好看的。好，維尼修斯的姐姐女友也最近有曬照，總覺得跟維尼修斯在一起，似乎他的身材曬得有點黑呀。還有已經過了這麼久，維尼修斯整了容之後的長相真像個大叔，老 K 怎麼都適應不了。本來是姐弟戀，但看上去維尼修斯比他大20歲。今天屬於老 K 的百晓生兵器譜，咱們預測到下賽季10大中後衛，除了今天已經入選的，那麼落選的老 K 也會在最後好好聊一聊。注意，我們評判的標準是預測27年金球獎最有可能進入名單前列的。
所以就非常看重他的年齡，包括在球隊的平台。第一位保庫巴西，來自巴塞羅那，西班牙球員，19歲，他的角色是 ball playing defender 出球型中後衛，加上 libero 自由人，加上 covering center back 補位型中後衛。如果今天咱們要選一個打歐冠決賽的主力，老 K 未必會把庫巴西排在薩里巴之前，但我們的標準是27年金球獎名單，那庫巴西必須第一。今年的世界杯他8場全部首發，帶領西班牙最終奪冠。整個賽事西班牙只丟了1個球，7場0封。庫巴西最終也拿到國際足聯最佳年輕球員獎，也是這個獎項歷史上第一位後衛得主。他最特別的不是速度，也不是身體，而是處理球之前總是已經知道下一步該做什麼。當對方前鋒衝上來逼搶，庫巴西不是接球之後再看再思考，而是他先觀察，再接球，再直接完成動作。所以他能夠直接從對方2名甚至3名壓迫者之間總能找到穿透的傳球線路。他的出球，他的穿透傳球能力，還有他能夠從後場把球帶出來，他是屬於巴塞羅那足球所需要很特別的中後衛。庫巴西出生在加泰羅尼亞一個只有185人的小鎮，叫埃斯坦約爾。他的家族經營的木工店竟然已經有105年的歷史。當他17歲在巴薩一線隊嶄露頭角的時候，甚至還一邊在拉瑪西亞宿舍寫作業，一邊準備中考，所以也是個罕見的學霸加足球天才。庫巴西家族的木工店已經傳承了4代，他小時候就經常在店裡面幫忙刨木頭。但儘管在巴薩一線隊17歲就上场，現在也只有19歲，但他踢球風格極為冷靜，很老練。隊友和球迷常常戲稱他體內藏着一個30歲老將的靈魂。所以下賽季只要巴薩在西甲和歐冠繼續爭奪冠軍，庫巴西繼續成為絕對主力，那只要保持健康，他的前途不可限量。2027年金球潛力，庫巴西5顆星。第2名威廉·薩里巴，阿森納的法國球員，25歲，他的角色是全能型中後衛加補位型中後衛加盯人型中後衛加出球型中後衛。如果咱們現在問誰可能是世界最強的中後衛，薩里巴完全有資格排第一。他1.92米的身高，卻有着非常好的轉身和回追速度，因此阿森納總是能把防線壓得很高。普通中後衛最害怕別人打自己身後，而薩里巴偏偏最大的價值就是替整條防線處理身後球。上賽季阿森納跨過了冠軍門檻，拿到了英超冠軍，同時殺入歐冠決賽。而薩里巴的故事，許多人不知道，他小時候就一直接受姆巴佩爸爸的訓練。姆巴佩父親威尔弗里德·姆巴佩在邦迪俱樂部擔任了多年的青训教練和主管，所以正是薩里巴的啟蒙老師。薩里巴跟姆巴佩從小就認識，甚至在同一所小學讀書，兩個人在這片法國足球的聖地開啟了自己的夢想。不過19歲，當他以高價加盟阿森納以後，因為沒有達到主教練阿爾特塔的要求，連續被外租回法國長達2年半。當所有人以為他將被放棄的時候，薩里巴憑借在法甲的最佳年輕球員表現，強勢回歸，迅速成為阿森納不可或缺的防線核心。不過外租期間年少輕狂的薩里巴還曾經公開表達過對主教練阿爾特塔的不滿，稱自己在阿森納只踢了2場熱身賽就被判定沒有準備好。另外，他小時候最早踢的是前鋒，並且自認為是當時隊裡最好的球員。但是當他14歲那年加入蒙費梅爾俱樂部，由於隊裡面進攻位置人滿為患，教練勸他改踢中後衛。後來薩里巴說自己過去踢前鋒有些懶散，在場上愛散步，但被移到防線以後，他發現自己能夠完美的解讀對方前鋒的意圖，從而越踢越好，最終一路蛻變為如今世界最頂級的中後衛。這次世界杯，薩里巴一直帶傷作戰，最後在半決賽法國對西班牙的比賽實在無法堅持，只踢了30分鐘。目前主教練阿爾特塔仍然確認薩里巴還沒有恢復參賽，所以新賽季只要他能恢復健康，仍然可以爭第一。2027年金球獎潛力，薩里巴5顆星。第3名威廉帕喬，巴黎聖日耳曼的厄瓜多爾球員，24歲。老觀眾都知道，老 K 是非常鍾愛帕喬的，特別是在歐冠的比賽。他的角色補位型中後衛加盯人型中後衛加出球型中後衛。帕喬是屬於那種最不容易做他精彩的集錦，但主教練卻最喜歡的類型。為什麼？因為他的價值就是很少犯錯，速度快，覆蓋面積大，身體強，能夠單獨保護大巴黎壓得非常高的防線，拿球以後也不慌。而帕喬為什麼穿51號呢？因為當帕喬18歲迎來自己職業生涯的首秀，但就在比賽開始前幾個小時，他的母親因為癌症不幸去世，當時只有51歲。為了不讓他帶着最沉重的打擊去踢人生第1場重要比賽，家人和隊友都選擇嚴守秘密，
直到比賽結束後才告訴他。為了紀念去世的時候只有51歲的媽媽，帕喬無論轉會到哪支球隊，都堅定地選擇身披51號球衣，並且始終將自己獲得的重要榮譽全部獻給媽媽。他自己說，這個號碼讓他感覺媽媽一直陪着他走進球場。所以未來我們看巴黎隊的比賽，只要看到帕喬身後的51號，我們就能想起來這段母子情深。另外，冷知識，過去在比利時踢球的時候，有一次帕喬手受傷了，恢復以後需要包紮。後來有一次他綁着手代表厄瓜多爾隊比賽，但卻進了球，於是他覺得這是個好兆頭，從此將這個習慣保留下來，手上面總纏着繃帶。另外帕喬小時候也夢想成為一名前鋒，後來是在教練勸說下改踢後衛，所以他對進攻球員的心理和跑位有着天然的敏感度。他在球場上的風格非常特別，他很少進行狼狽的飛鏟或者盲目的緊逼，而是通過自己恐怖的空間意識，提前1.5米站死在對方的傳球路線上，直接把進攻路線扼殺在搖籃裡，所以他的位置感極好。但是在大巴黎队友明星太多了，這會分去許多票數。2027金球獎潛力，帕喬4星半。第4名加布里埃爾·馬加良斯，阿森納的巴西球員，28歲。他的角色盯人型中後衛加制空型中後衛加慣用左腳的出球型中後衛。薩里巴和加布里埃爾在阿森納的組合很好理解，薩里巴就像是我幫你把危險給兜住，加布里埃爾更像是我先出去把危險提前消滅掉，所以他非常喜歡提前去壓制前鋒。他熱愛身體接觸，喜歡爭第一點，在對方中鋒真正轉身之前，他就已經開始戰鬥。而且他有一個中後衛參加金球獎評選特別重要的技能，能進球。加布里埃爾現在是歐洲最危險的定位球中後衛之一。加布里埃爾小時候去阿瓦伊青訓，第一次長期離開家，住在球場看台下面的宿舍，結果才幾天，實在因為太想家，直接要求回家。父親告訴他，如果你真正想走職業足球這條路，以後這種苦必須承受。加布里埃爾只好返回青訓營，這一回再也沒有逃，最終在法甲的里爾隊嶄露頭角，一步步登陸英超，成為最頂級的後衛。他多年以後接受巴西節目採訪，他談到過媽媽過去長期做家政和清潔的工作，加布里埃爾很小的時候就希望有一天能夠讓媽媽不用再那麼辛苦的工作了。另外4年前22年8月，加布里埃爾在倫敦自己家中的車庫遭遇了一名持着棒球棍的歹徒搶劫，劫匪試圖搶走他的豪車鑰匙和手機，加布里埃爾沒有慌亂，在對方揮動球棍時，他勇敢的反擊，一把抓住並且制服了劫匪。隨後歹徒受了驚，倉皇逃竄。警方後來通過 DNA 比對抓獲了這名持械劫匪。這件事曝光以後，所有人都驚嘆於他的膽量，這才是真正的帶刀後衛啊。那麼新賽季作為英超冠軍核心，如果阿森納能升級成歐冠冠軍，那麼有進球能力的巴西隊主力後衛加布里埃爾，他在金球榜單上的位置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更高。2027金球獎潛力，加布里埃爾4星半。第5名亞歷山德羅·巴斯托尼，國際米蘭的意大利球員，27歲。他的角色出球型中後衛加推進型中後衛加邊中衛加自由人，這是榜單上最像中場球員的中後衛。上賽季巴斯托尼有非常誇張的進球和助攻數據，比賽中他會直接帶球越過中線，會做45度長傳，還有穿透性的直塞，他會跑到左側邊線和邊翼位重疊，所以在國際米蘭的3中衛體系，巴斯托尼根本就不只是後衛，他在左側更像是後場的組織者。巴斯托尼為什麼喜歡穿95號呢？要知道他自己出生在1999年，這是因為他和哥哥的關係非常好，哥哥出生在1995年，穿95號就像哥哥陪着自己一起走進球場。另外，這是個狂熱的籃球粉，他最喜歡的 NBA 球員是史蒂芬·庫里。在一次歐冠对陣巴塞羅那的比賽，巴斯托尼在防守的時候，一把拉住了巴薩小將加維的球衣，將他拖拽開。這個瞬間非常滑稽，而且充滿着對抗的張力，被做成了各種網絡表情包。後來巴斯托尼自己也在個人社交媒體曬出了這一幕。今年夏天，他也獲得各大豪門的關注。如果繼續留在國米，如果國際米蘭歐冠能再進決賽，而他一個賽季出現10次以上的助攻，那這會是歷史上一個非常罕見的中後衛的故事。27年金球獎潛力，巴斯托尼4顆星。第6名伊布拉希馬科納特，皇家馬德里的法國球員，27歲。如果咱們只排上賽季的表現，
科納特無論如何不可能進前10。但現在不同了，他已經去了皇馬，在穆里尼奧手下有着最好的平台。他的角色盯人型中後衛加補位型中後衛加制空型中後衛，他的身體條件非常適合穆里尼奧。他又高又壯又快，敢於對抗，而且有能力一個人防守巨大的空間。過去科納特從小就是一個很巴黎的小孩，他小時候在巴黎第11區跟兄弟和朋友們長期踢街頭足球，後來15歲準備離開巴黎前往索肖青訓，父親在家門口跟他說了一句話：成為一個好人要努力，不要作弊，好好的做人。所以科納特後來回憶，父親並沒有說你一定要成為職業球员，爸爸更在乎的是兒子最後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後來到了利物浦，他在訓練基地經常看漫畫，利物浦的隊友常常拿這個開玩笑吐槽，你長那麼大個塊頭還喜歡看動漫啊。可咱們科納特本人並不在意，他說呀，熱血的戰鬥場面總是能給自己極大的決心和鬥志，他會經常在某些重要比賽之前特意再去看看動漫裡的高燃戰鬥片段，甚至把自己比作龍珠裡的貝吉塔。2022年利物浦对阵曼城的焦点戰，他破门以後，他直接在球場上摆出了进击的巨人裡面調查兵團標誌性的獻出心臟軍禮慶祝。隨後進擊的巨人官方甚至聯動還推出一些相關的合作藝術海報。所以一個身價1000萬、身體素質極其強悍的英超頂級中後衛竟然如此純真接地氣，還是個二次元愛好者。這樣的反差萌在論壇上也引起了關於成年人看熱血少年漫畫是不是也存在着深刻的內涵，引起了很有趣的爭論和探討。好，現在到了皇馬，無論是歐冠進入半決賽還是決賽，科納特的每一次發揮，每一次關鍵性解圍都會被全世界看到。不過皇馬中後衛的競爭同樣極其激烈，科納特必須先成為固定首發。27年金球獎前列，科納特4顆星，第7名約什科·格瓦迪奧爾，曼城的克羅地亞球員，24歲，他的角色是全能型中後衛加推進型中後衛加出球型中後衛加補位型中後衛。其實格瓦迪奧爾也可能踢左後衛，他是咱們名單裡身體和技術最全面的球員。曼城最近剛刚和他續約到2031年，他已經為曼城出場122次，打進過13個球。由於老 K 已經將尼克奧萊利放在了邊後衛，所以在新曼城的結構裡，格瓦迪奧爾有可能是左中衛。格瓦迪奧爾的父親在薩格勒布的市場裡面做了一輩子的魚販，小時候格瓦迪奧爾每天放學和訓練後都會去魚攤幫着父親賣魚，父親還曾帶他出海捕魚過一次，但是極其辛苦，所以年幼的他當場放棄了繼承父業的想法。他決定這輩子我還是專心踢球吧。但16歲那年，他在薩格勒布迪納摩青年隊曾經遭遇瓶頸，一度因為踢不上主力感到抑鬱，感到迷茫。當時身邊許多朋友都在打籃球，他還極其認真考慮過是不是要徹底退出足球，改行打籃球呢。幸運的是，在父親的極力勸阻和開導下，他最終堅持了過來，現在成了足壇身價最高的後衛之一。可是在曼徹斯特，格瓦迪奧爾的生活更像是個苦行僧，他的臥室必須保持絕對的全黑和極寒。為此，他用黑色膠帶把房間裡煙霧報警器上的微弱的指示燈都死死封住，還專門購買了能自主調節溫度的床墊。每晚10點，無論電視上連續劇有多精彩，或是有什麼特殊活動，他都會雷打不動，準時熄燈睡覺。另外，他對軍事戰術非常痴迷。有一次，有個軍事顧問朋友嘲笑格瓦迪奧爾玩的戰術射擊遊戲 CS 一點都不真實。聽了這個話，他索性在夏天跟隨克羅地亞海軍陸戰隊前往山區，參加了真正的實彈和野外軍事演習。還有許多球員在飛機上、在大巴上喜歡玩遊戲或者刷社交媒體。格瓦迪奧爾是個另類，為了避免在賽前被分散注意力，他強迫自己戒斷手機，並開始瘋狂迷戀紙質的填字遊戲。不管在哪兒，他總是一個人埋頭填字，所以得了個外號叫填字遊戲國王。接下來新賽季馬雷斯卡的曼城如果能重新建立歐冠的統治力，那麼格瓦迪奧爾比傳統的純防守型中後衛有更好的金球獎屬性。27年金球獎前列，格瓦迪奧爾4顆星。第8名馬爾基尼奧斯，巴黎聖日耳曼巴西球員，32歲，他的角色是組織者加補位型中後衛加自由人加出球型中後衛。馬爾基尼奧斯是大巴黎這個時代的隊長，如果巴黎隊能繼續制造歐冠王朝，他會成為整個故事的代表人物之一。在2013年，他以19歲的年齡加盟大巴黎以後，僅僅用了短短3個月時間，就能夠用法語接受當地媒體的無障礙採訪，這讓苛刻的法國人對他好感度直接拉滿。
過去內馬爾還在的時候，每當內馬爾和俱樂部和極端球迷發生衝突和矛盾的時候，由於馬爾基尼奧斯在兩邊都很有威信，他總是充當和事佬，擔任內馬爾的私人新聞發言人，所以前主教練圖赫爾曾經稱讚他不可思議。今年3月初，在大巴黎迎戰切爾西的歐冠關鍵戰之前，他的狀態出現了一些起伏，也有失誤。賽後，他的妻子在社交媒體透露，原來兩人的第4個孩子剛剛出生，孩子在出生頭幾天遭遇了非常驚險的健康上的問題。那幾天的馬爾基尼奧斯幾乎是在極度的焦慮，在淚水和祈禱中度過的，但他依然對俱樂部隱瞞了家裡的事兒，並堅持上場。這也讓巴黎球迷對他又多了一份理解，多了一份敬意。現在他的年齡已經32歲，所以27年金球獎前列，馬爾基尼奧斯3星半。第9名達約於帕梅卡諾，拜仁慕尼黑的法國球員，27歲，他的角色是盯人型中後衛加補位型中後衛加出球型中後衛。最近这2年的於帕梅卡諾真是踢得越來越好，越來越好。今年2月，拜仁已經和他續約到了2030年。他非常適合高位的防線，敢於壓出去，身體對抗很強，又有回追的速度。近2個賽季最重要的進步是失誤明顯減少，穩定性大大提高。從小他是在法國的埃夫勒，和朋友們每天在混凝土的地面，總是每天要踢好幾個小時的足球。媽媽在樓上喊快回來啦，他的回答總是再踢5分鐘。後來的於帕自己認為，現在場上的侵略性和爭勝的心態很大部分就是這些街頭比賽留下來的。但小時候由於患有嚴重的口吃和語言障礙，他整個學生時代都生活在強烈的自卑情緒中，曾經因為害怕被同學嘲笑而極度恐懼上台發言，甚至一度完全排斥和外界進行交流。而唯一能讓他找回自信，擺脫口吃焦慮的地方就是足球場。後來的他為了克服這個缺陷，不僅接受了語言校正，還在場下瘋狂地練習喊話，最終把曾經的弱點硬生生錘煉成自己現在最大的武器之一。但是2015年歐洲 U17 錦標賽決賽前，當時年僅16歲的於帕遭遇了人生最沉重的打擊，他的親妹妹在決賽前1天不幸突然去世，悲痛欲絕的他依然選擇繼續代表法國青年隊首發出戰決賽，用近乎堅毅的表現幫助球隊4-1大勝奪冠。但賽後在鏡頭前捧起冠軍獎杯，他直接將獎牌獻給了在天堂的妹妹。就是這一段在逆境中展現出來的像軍人一樣的鐵血意志，至今仍然被許多法國球迷津津樂道。還有於帕的經紀人發現呀，歌劇演員在連續唱歌數小時後仍然能夠保持嗓音清亮，所以建議於帕專門聘請了一位歌劇老師，教他如何用腹部用丹田發聲，這樣可以保護嗓子，並且增強聲音的穿透力。剛開始於帕自己覺得唱歌的時候非常尷尬，極其古怪，但效果也是立竿見影的。現在的他在場上可以聲震四方，咆哮指揮，毫無負擔。作為頂級中後衛，於帕的個人進球數、助攻數據稍微差一點，拜仁需要拿到歐冠冠軍。27年金球獎前列，於帕梅卡諾3星半。第4名約納坦塔，拜仁慕尼黑的德國球員，30歲，他的角色是制空型中後衛加組織者加盯人型中後衛加出球型中後衛。他的身高達到1.95米，第一印象就是高大，但他不是傳統的笨重型的大中衛，他速度並不慢，而且有不錯的出球能力。這個1.95米的大個子，每天早晨起來第一個習慣是早上先冥想，然後寫每天的日記，記錄自己的目標、想法、當天的計劃。然後去訓練之前，他很喜歡聽法國說唱，所以一個德國中後衛竟然喜歡聽法國的 rap。今年也是他職業生涯第一次參加世界盃，德國小組賽面對科特迪瓦，這對他有着特殊的意義。他的父親就來自科特迪瓦。在隨後德國對陣巴拉圭的1/8決賽，塔曾經在加時賽最後時刻打入一粒絕殺進球，但主裁判和 VAR 引發了巨大爭議，認定德國球員對門將犯規在先，將進球吹掉了。比賽被迫進入點球大戰。作為中後衛，他展現出驚人的擔當，勇敢地站了出來。不幸的是，由於壓力巨大，他將點球踢飛，導致德國隊被淘汰。但媒體和球迷沒有過分指責他，反而將矛頭對準了其他那些在關鍵時刻選擇退縮的進攻球星。現在的球員們行李箱裡往往塞滿着遊戲機和各種時尚單品，但塔更像個哲學家，他是個書籍重度愛好者。他曾經透露自己非常迷戀納爾遜·曼德拉的傳記，
還有各種心理學、人權以及關於社會包容的書籍。所以就這麼一個球場巨獸，1.95米，體重接近100公斤，他卻總在豪門更衣室的角落裡安安靜靜地拿着一本紙質書閱讀。所以他私底下是個極度追求真誠、追求純粹的人。今年7月，他參加一個播客節目，罕見的在鏡頭前公開炮轟現代足球經紀人行業，言辭極其犀利，在歐洲足壇也引發不小的轟動。他直言不諱地說：“我真的受夠現代足球的經紀人了，在這個圈子裡，太多人戴着虛偽的面具，假裝非常關心你，假裝在乎你的生活，但到了最後，他們眼裡只有自己的佣金和利益。在他們看來，球員只是會走路的資產，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就是這番話撕下了行業的遮羞布，讓他贏得了大量底層球員和球迷的讚賞。2027金球獎潛力，約納坦塔3顆星。另外，咱們看看落選的球員赫伊森，他的上限很高，但是落選了西班牙國家隊，在皇馬的主力位置也存疑，還沒有證明自己世界級的穩定性。而馬競的羅梅羅很強很強，只是馬競這支球隊的平台稍微差一些。還有魯本迪亞斯仍然是頂級的中後衛，可是傷病和年齡開始增加。另外，曼城的格伊非常穩定，但曝光率稍微少一點。而且馬雷斯卡的新曼城會怎麼樣？咱們繼續觀察。還有利物浦的范戴克，實力仍然是最頂級的，他年齡已經到了35歲，利物浦正在經歷重建。這就像1年前的薩拉赫，正在自己職業巔峰，但歲月不饒人呀。還有利物浦的阿勞霍，頂級的天賦，可是傷病太多，租借到了新環境，有待觀察。熱刺隊的范德芬有頂級的速度，只是球队平台偏少，也有傷病上的隱患。另外，多特蒙德施洛特貝克，他的出球能力很好，但也是有傷病的影響。那麼現代足球戰術裡的中後衛，處於後防中央區域，是核心的防守球員。現代中後衛至少可以分成7大角色。第一，上搶型中後衛，這是主動離開防線去壓迫對方前鋒。第二，補位型中後衛，這是保護自己身後的空間，負責回追。第三，出球型中後衛，這是在自己球隊從後場負責破線組織。第四，推進型中後衛，自己負責帶球推進到中場。第五，制空型中後衛，這種擅長高空球、防定位球和自己本方的進攻角球。第六種，自由人，這是能夠閱讀比賽並且參與到組織。第七，邊中衛，這是在3中衛的兩側向邊路和中場推進。真正的世界級中後衛通常是2到4個角色的結合。總之，老 K 的名单只代表個人的預測。新賽季開始之後，5大聯賽表現最好的20名球員，咱們也會定期掃描。總之，感謝大家的關注，感謝您的支持。有任何疑問或者不同見解，歡迎您在評論區寫下來。感謝您的點讚，感謝您的熱推，咱們明天再見。